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消息，北京时间2024年10月30号4时27分，搭载神舟19号载人飞船的长征2号 F 遥19运载火箭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点火发射。约10分钟后，神舟19号载人飞船与火箭成功分离，进入预定轨道，航天员乘组状态良好，发射取得圆满成功。目前，神舟19号载人飞船与空间站组合体已经完成了自主快速交会对接。按任务计划，3名航天员随后将从神舟19号载人飞船进入空间站天河核心舱。10月30号凌晨，神舟19号载人飞行任务航天员乘组出征仪式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问天阁圆梦园广场举行。1点38分，中国载人航天工程总指挥、空间站应用与发展阶段飞行任务总指挥部总指挥长许学强下达出发命令。总指挥长同志，我们奉命执行神舟19号载人飞行任务准备完毕，请指示中国人民解放军航天员大队航天员蔡旭哲、航天员宋令东、航天员王浩泽，出发！是。领命出征后，神舟19航天员乘车抵达发射塔架，等待进入飞船。航天员乘组包括1名第2批航天员和2名第3批航天员，其中航天员宋令东、航天员王浩泽为首次执行飞行任务的90后，航天员王浩泽为我国首位女性飞行工程师，这也是中国空间站首次迎来90后航天员。出征仪式上，2位90后航天员也点赞、比心、飞吻，每一幕都自信满满。我们90后也来了。此次神舟19号航天员乘组指令长蔡旭哲仅用了22个月就重返太空，刷新了我国航天员重返太空最短用时纪录。2022年6月5日，他作为神14航天员首次圆梦太空。蔡旭哲出征前说：“中国空间站，我回来了。”中国空间站，我回来了。3、2、1，点火。4点27分，搭载神舟19号载人飞船的长征2号 F 遥19运载火箭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点火发射。约10分钟后，神舟19号载人飞船与火箭成功分离，进入预定轨道。航天员乘组状态良好，发射取得圆满成功。我宣布，神舟19号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谢谢大家。今天上午，神舟19号载人飞船与空间站组合体完成自主快速交会对接。按任务计划，3名航天员随后将从神舟19号载人飞船进入空间站天河核心舱。神舟19号航天员乘组将与神舟18号航天员乘组进行在轨轮换。在空间站工作生活期间，神舟19号航天员乘组将进行多次出舱活动，开展微重力基础物理、空间材料科学、空间生命科学、航天医学、航天技术等领域实验与应用，完成空间站碎片防护装置安装、舱外载荷和舱外平台设备安装与回收等各项任务。此次任务是我国载人航天工程进入空间站应用与发展阶段的第4次载人飞行任务，是工程立项实施以来的第33次发射任务，也是长征系列运载火箭的第543次飞行。目前，空间站组合体已进入对接轨道，工作状态良好，满足与神舟19号载人飞船交会对接和航天员进驻条件。神舟19号发射前，神舟18号乘组的3名航天员也通过直播关注发射情况。他们还清理了中国空间站的卫生，并贴上了“欢迎队友”4个大字，等待队友的到来。在航天员蔡旭哲的家乡河北深州，得知儿子再次执行出征任务，72岁的蔡占奎十分激动。他寄语儿子：“祖国需要，你就得往前冲。”你作为一个军人，一个共产党员，祖国需要你，你就得往前冲。对了，去吧，放心的去吧。家里，俺们这个事儿，家里的事你别惦记，国家的事才是大事。作为首批飞向太空的90后航天员，2020年宋令东通过选拔，成为我国第3批预备航天员。
宋令东父母在接受采访时表示，儿子特别喜欢韭菜饺子。高中时期的宋令东就有一个当飞行员的梦想。高考后，他参军入伍，如愿成为一名战斗机飞行员。每次回来都给他包一次韭菜馅饺子吃，现在还是他哪个同学坐飞机了？我以后我不坐飞机，我开飞机也说过。宋令东的微信昵称名为“守望者”，他从孜孜求学的乡村少年到奋飞海天的飞行员，再到逐梦太空的航天员。宋令东用奋斗为新时代中国青年的刚健自信、担当有为写下最鲜活的注解。我们有一个教员上课结束以后，他在黑板上写了一句话：“最好的男子汉去飞行。”我当时看了这句话以后，心里一下子憋了一口气儿。我说我就要当那个最好的男子汉。航天员王浩泽是中国目前唯一的女航天飞行工程师，也是中国第3位执行载人航天飞行任务的女性。王浩泽入选前是航天科技集团有限公司航天推进技术研究院的高级工程师。他说：“这个机会是非常难得的，我很幸运赶上了这个时代。他爱这条人迹罕至的路。”我们现在走的是一条人迹罕至的路，但是我爱这条路。如果它荆棘丛生，我们就披荆斩棘；如果它寂寞荒凉，我们就结伴前行。大学期间，王浩泽的成绩保持在年级前列，获得了国家奖学金、江苏省3好学生等奖励和荣誉。在王浩泽的老家河北省承德市滦平县，记者采访了他的初中老师孙长春。孙老师讲述了王浩泽初中时的超绝技能——双手灵活写字。有一次看到他用这个左手写字，我说：“你一直就用左手吗？”他说：“不是。”他说：“我右手写累了之后，然后就换用左手写。后来他练呢，就是2个手都能书写。”除了是学霸，王浩泽还喜欢跑步。大学时参加了校田径队，经常代表学校参加省级运动会，曾代表学校参加江苏省17届运动会高校组田径比赛，并获得4×400米冠军。30号，欧盟对中国电动车加征关税仲裁将生效。28号，芬兰总统斯图布开启访华。31号，斯洛伐克共和国总理菲佐也将访华。在中欧关系的紧要关头之际，欧洲多国领导人陆续来华访问，释放何种信号？在北京的第一天，芬兰总统斯图布携夫人一同游览故宫博物院，并合影留念。他还将游览的照片发布在社交平台。在北京期间，斯图布行程紧凑，除了参加清华大学与芬兰应用科技大学的新项目启动仪式，还出席了中芬创新企业合作委员会会议。31号，他将转往上海，期间将在复旦大学发表演讲，参加商业论坛。外界注意到，这是时隔5年后芬兰总统再次访华，也是斯图布今年3月就职后首次访华，分别是芬兰气候和环境部长、农林部长和外交部长，还有议员和议会对华友好小组主席与副主席等。此外，还包括商界大佬，包括诺基亚、维萨拉、芬欧汇川等长期在华经营的大企业，还包括能源和环境技术公司奥林。芬兰晚间新闻评论称，中国是芬兰重要的贸易伙伴之一。北京芬兰商会会长尤哈托米宁表示，中国是芬兰最重要的市场之一。我们呢是芬兰在亚洲地区的第1大贸易伙伴。那么实际上，自2023年起呢，中芬双边合作的这个协议的前期框架已经到期了。那么此次芬兰总统访华呢，中芬双方的下一步的具体合作计划进行进一步的商讨。深圳卫视注意到，斯图布访华的日子选择也颇具深意。他抵达北京当天，正是中芬建交74周年纪念日。芬兰在中国对外交往史上创下多个第一。芬兰是最早承认新中国并建交的西方国家之一，也是首个与新中国签署政府间贸易协定的西方国家。在经济方面，中国连续多年成为芬兰在亚洲的最大贸易伙伴。目前，芬兰是中国在北欧地区的第3大贸易伙伴。值得一提的是，芬兰企业诺基亚是最早进入中国手机通讯市场的外企之一，而十分流行的游戏《愤怒的小鸟》也由一家芬兰企业开发。分析认为，中国具有超大规模市场需求和产业体系完备的优势，而芬兰综合竞争力强，技术水平先进，中芬两国互为投资兴业的理想目的地。而在当前，新能源产业合作成为最受关注的焦点。值得注意的是，在本月4号欧委会对华电动车加税的投票中，芬兰投了弃权票。
芬兰是欧洲电动车上牌比率最高的国家之一，预计到明年该国有42%的上路汽车为电动车。该国制造业在智能电网和电动车充电设施方面具有较强的国际竞争力。近年来，芬兰还成为欧洲电动汽车电池市场的关键角色，吸引了众多中国企业的大规模投资。根据此前报道，中国领先电池材料制造商杉杉股份计划在芬兰投资将近13亿欧元，建设欧洲最大的动力电池材料工厂。中芬政府间新能源合作项目也不断落地，仅2022年的第2批项目就批准了5个示范项目。芬兰方面一直以来也高度重视气候变化和环境保护。芬兰方面历来呢是主张自由贸易和开放经济的。那么在这个全球贸易保护主义沉渣泛起的大背景下，芬兰也是我们维护国际秩序、维护开放经济的重要伙伴力量。中欧电动车关税紧张磋商之际，欧洲国家政要密集访华，掀起一个外交小高潮。继芬兰总统斯图布之后，斯洛伐克共和国总理菲佐也将于10月31号至11月5号对中国进行正式访问。外界注意到，菲佐自去年上台后就不断推动对华合作，他原计划今年6月访华，但因5月中旬遭遇刺杀事件而推迟。深圳卫视注意到，在欧委会的对华电动车关税投票中，斯洛伐克投下反对票。他选择在欧方仲裁措施生效的次日来华访问，释放出清晰的信号。肯定，那么这个欧盟此次的对中国电动汽车的反补贴调查是其重要考量之一。如若中欧双方在最终期限之前能够顺利达成和解，那么菲佐此次访华呢，势必将为中斯的双边合作带来重大利好。但是如果欧方呢最终宣布将对于中国制造的电动汽车加征额外关税的话，那么斯洛伐克作为明确的反对方，菲佐也希望能够借此访问呢，希望能够进一步与中方之间增信事宜，不要中斯之间的双边关系不要因为欧盟的决策受到损害。鲜为人知的是，斯洛伐克是欧盟内重要的汽车产业大国之一，近年来也面临新能源化转型的压力，吸引了一些中国电动车企业赴当地投资。菲佐曾表示，希望有更多的中国企业到当地建设电动汽车电池工厂和电动汽车组装厂。观察指出，中国与欧方一边磋商关税，一边接待双方高官的互访，这显示了中欧关系的特殊性和成熟性。目前谈判遇到压力，虽然并非中方所乐见，但客观上也为双方更多接触创造了条件。中欧之间每分钟有150万美元的贸易往来，欧方跟随美国所谓去风险，实际上是去机遇，欧方需要更自主。欧洲国家领导人密集访华，展现出与欧委会不同的姿态，就很能说明问题。欧洲多国政要呢相继访华，那么足以显示欧洲各方呢发展对华关系以及深化对华合作的积极意愿。那么我们也希望，那么通过一系列的高层互访的引领，能够进一步推动中欧关系企稳向好，并且为全球注入更多稳定性因素。美国财政部28号发布公告，公布针对美国个人和公司投资中国先进技术的限制，主要涉及半导体、量子技术和人工智能3大领域，涵盖香港和澳门特区。拜登政府在任期倒计时之际出台新的小院高墙禁令，是否企图留下所谓的政治遗产？美国资本市场对此有何反应呢？美国财政部官网显示，新规旨在防止美国资本和专业知识被用来帮助中国开发可能获得军事优势的关键技术。新规要求美方人员在与中国进行可能威胁国家安全的特定交易时必须通报。新规的最终版框架将于1月2号生效。最终的这份框架酝酿了许久。美国总统拜登在去年8月的时候签署了一项行政令，限制美方对中国先进技术的投资。美国财政部根据这项行政令于今年6月提出规则草案。香港南华早报指出，最终版本的规则是在11月5号美国大选日的前一周发布的。观察认为，这可被视为一种脱钩断链的选举宣示，却是以牺牲中美关系为代价的。实际上，在美国财政部这份新规之前，美国总统拜登还于10月24号签署了一份人工智能国家安全备忘录，主要指导的对象是美国军事和情报部门，要求他们加大美国的优势，而减少中国等对手国家的优势。有分析认为，拜登执政期间对华实施小院高墙围堵打压，这份关于人工智能的备忘录被外界视为他的政治遗产之一。实际上，拜登政府一直把与中国的科技竞争视为与中国战略竞争的
最重要的一个点。过去4年的执政当中啊，希望把它形成一个机制化，然后在很多政府部门都专门安排了这样一个叫做新兴科技办公室。他在执政即将结束之际啊，推出这个新规啊，我认为它实际上是在贯彻与中国战略竞争的这样一个总体战略。美方对半导体、量子技术和人工智能3大领域实施严格管控。美国财政部认为，这3大技术是下一代军事、网络安全、监控和情报应用的核心，因此美国必须阻止投资。这被认为是金融战的小院高墙版。具体而言，收购相关中国企业的股份和成立合资企业将受到限制。美国投资公司向中国尖端半导体企业出资，美国企业在中国购买土地、建设量子技术研究设施等情况也属于限制对象。而且，即便是投资传统半导体产业，并不涉及尖端技术研发，也需要向美国财政部通报。这也进一步提升了美方投资中国相关产业的合规成本。如果违反规则，美方人员将受到最高36万美元或相关禁止交易价值2倍的罚款。为了进一步进行高压监管，美国财政部还设立了一个新的部门，名为全球交易办公室。这一名字将美方长臂管辖、霸权主义思维展现得淋漓尽致。其主要职责就是打着所谓国家安全的幌子，加大审查力度。想用行政命令的方式禁止美国的投资人去投资中国的科技，去投资中国的新兴的产业的话，实际上是非常违背这个非常逆人性的一种措施。现在的资本确实是全球流动，而且对于很多资本的这个监管也不是那么容易到位的。如果或者说共和党执政的话，它是小政府，它是要砍掉这些冗余的部门，所以到时候它未必有足够的这个资源来支持它。其实受到最新禁令影响的主要是美方自身人员。一名美国官员透露，特斯拉创始人马斯克在中国建立数据中心，以推动该公司人工智能发展的一项计划，可能属于该规则的管辖范围。不只是特斯拉，去年2月，美国乔治敦大学的安全与新兴技术中心发布了一份美国对中国人工智能企业的海外投资研究报告。报告显示，2015年至2021年间，共有167名美国投资者参与了401笔与中国有关的投资交易，涉及251家中国 AI 公司。这些交易总额为402亿美元，占所有中国 AI 公司筹集的1100亿美元的37%。从科技业的投资惯例来看，其规则十分明确，尤其是针对独角兽，即有潜在的高价值的初创企业的投资，通常十分透明。简单而言，一般的个人投资者投资股票等资产，但科技投资者直接投资这些企业。而且从投资方式看，美国投资者一般不会单独行动，而是与中国或其他的外国投资者一起参与交易。91%的投资发生在风险投资阶段，集中于天使轮、种子轮。这些投资给美国投资者带来丰厚的利润，但现在的美国政府警告他们，其中的许多风投将知识和技术转移到中国 AI 公司，这可能在长期内帮助中国在关键战略技术上追赶甚至超越美国。深圳卫视注意到，发布报告的安全与新兴技术中心虽然是一个隶属于高校的民间智库，但它的官方色彩非常浓厚。它成立于2019年1月，总部位于乔治敦大学乌尔什外交学院。研究人员均为来自国家安全委员会、情报界、国土安全部、国防部等的专家，拥有丰富的情报和运营经验。美国政府自去年以来酝酿的一系列投资禁令，从很大程度上参考了安全与新兴技术中心发布的研究报告。中方一直反对美国政府以所谓国家安全名义，使用行政手段干涉资金、技术流通的做法。在29号的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发言人林健也对美方发布的对华投资限制规则表示强烈不满，坚决反对。中方已向美方提出了交涉，将采取一切必要措施，坚定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要去跟美国的战略界谈这个问题，因为现在美国的战略界已经出现了一个新的这个动向啊，就过去一直谈的是跟中国战略竞争，但是最近呢，他们已经开始认为这样一种竞争的方法可能会影响美国自身的利益，所以他们现在在谈的是跟中国共存。那么如果要跟中国共存，你就不能够搞得这样你死我活。我认为应该去跟美国那些有理性思考能力的智库的战略这个研究员呢，去进行多的沟通，要去争取美国未来把这个投资禁令的口子给打开。
当地时间28号，在以色列袭击伊朗军事基地后召开的联合国安理会会议上，以色列和伊朗相互指责对方威胁中东和平，强调各自的自卫权。伊朗外长阿拉格齐29号表示，伊朗将完全保留对以色列这种公开侵略做出适当回应的合法权利，伊朗不会拖延，也不会仓促采取行动。同一天，以军总参谋长哈莱维称，如果伊朗再次犯下向以色列密集发射导弹的错误，以军将再次严厉打击伊朗。以军总参谋长哈莱维29号在视察以色列拉蒙空军基地时称，如果伊朗再次犯下向以色列密集发射导弹的错误，以军将再次严厉打击伊朗。אם איראן תעשה את הטעות ותשגר עוד פעם מטח טילים לישראל, אנחנו נדע עוד פעם להגיע לאיראן, להגיע אפילו עם יכולות שלא השתמשנו בהן בפעם הזו, ולפגוע מאוד מאוד קשה גם ביכולות וגם במקומות שהפעם עוד השארנו בצד. 同一天，伊朗外长阿拉格齐表示，伊朗保留对以色列袭击作出回应的权利，并呼吁各方采取集体外交努力，制止以色列对巴勒斯坦和黎巴嫩的侵略行为。针对26号凌晨以色列对伊朗发起的军事行动，阿拉格齐表示，伊朗成功遏制了以色列的侵略，并证明了自己有能力保护伊朗国家安全。伊朗将完全保留对以色列这种公开侵略做出适当回应的合法权利，伊朗不会拖延，也不会仓促采取行动。此前一天，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在位于耶路撒冷的议会发表讲话称，以色列愿继续推进与阿拉伯国家关系正常化，推进和平进程。他表示，以色列愿以和平换和平，以实力促和平。אני שואף להמשיך בתהליך שהובלתי לפני כמה שנים עם החתימה על הסכמי אברהם ההיסטוריים ולהשיג שלום עם מדינות ערביות נוספות. 2020年以来，在美国撮合下，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巴林、苏丹、摩洛哥等相继宣布同以色列实现关系正常化。此前仅有埃及和约旦2个阿拉伯国家同以色列建交。内塔尼亚胡表示，以色列与美国保持对话，但以色列根据自身利益做出决策。他还强调，以色列的战略之一是阻止伊朗获得核武器。以色列国防部长加兰特28号表示，以军近期对伊朗军事设施的袭击，削弱了伊朗的防空和导弹生产能力，改变了两国之间的力量平衡。קודם כל, פגיעה מאוד מדויקת במכ"מים ומערכות ההגנה שלמעשה מייצרים חיסרון גדול לאויב כשאנחנו נרצה לתקוף בהמשך. 与此同时，当地时间28号，联合国安理会就伊朗与以色列之间局势召开会议。伊朗与以色列代表在会议上激烈交锋，相互指责对方危害中东地区和平。伊朗常驻联合国代表伊拉瓦尼指责以色列对伊朗发动侵略性袭击，并批评以色列持续系统的违反国际法。Israeli aggression against Iran is obvious. Israeli persistent and systematic violation of international law. Its aggression against Iran and its ongoing crime in Palestine and Lebanon, as well as in Syria and Yemen, pose direct threats to international peace and security. It demands unequivocal condemnation and decisive action from the Council. 以色列常驻联合国代表达农则在会议上称，以色列是在伊朗方面10月1号发动袭击后进行自卫。We promised that their actions would not go unanswered. Iran has seeded violence, chaos, and destruction throughout the Middle East. But this violence is not limited to Israel's border. It threatens regional stability, global security, and economic stability. 值得一提的是，巴勒斯坦常驻联合国副观察员马吉德·巴姆亚当天在联合国大会上也驳斥了以色列的论调。Whilst thousands of them are being killed, maimed, amputated, orphaned, starved, detained, abused. To sit here in the same hall as those who have called your people human animals. 美国大选进入最后一周，两党候选人都在不遗余力地进行冲刺。然而，27号晚，特朗普在纽约麦迪逊广场的竞选演讲却引发争议。除了被对手民主党人将其炒作为纳粹集会外，特朗普的支持者喜剧演员托尼·辛奇克利夫也因为各种出格言论，将自己和特朗普推上舆论浪尖。
今年5月，美国纽约市曼哈顿一家法院的陪审团裁定，特朗普在封口费案中的34项重罪指控全部成立。而这一次重返纽约，特朗普则大声宣布：“我回到了我爱的城市。”他的长子小唐纳德更是夸张地向热情高涨的支持者强调了这一主题。The King of New York is back to reclaim the city that he built. 最近几周，民主党人把对美国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前总统特朗普的攻击重点集中在形容他是法西斯主义者上。包括美国副总统、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哈里斯在内的民主党人纷纷公开表示，认为特朗普是法西斯主义支持者，并将特朗普多次表示的“美国最大的敌人来自内部”这句话作为论据。而特朗普在纽约麦迪逊广场的这场竞选集会也被支持民主党的媒体微软全国广播公司用来与1939年的纳粹集会进行对比。该节目称，1939年超过2万名支持另一位法西斯领导人阿道夫·希特勒的人涌入该场馆，参加所谓的亲美集会。节目同时播放了当年在麦迪逊广场花园举行的纳粹集会画面，以此讽刺特朗普支持者都是法西斯主义支持者。但特朗普并没有因此停下他的言论，反而是继续强调自己的对手就是美国最大的敌人。But they're smart and they're vicious. And we have to defeat them. And when I say the enemy from within, the other side goes crazy, becomes a sound. Oh, how can he say? No, they've done very bad things to this country. They are indeed the enemy from within. But this is who we're fighting. The United States is now an occupied country, but it will soon be an occupied country no longer. Not going to be happening. Not going to be happening. November 5th, 2024, 9 days from now, will be Liberation Day in America. It's going to be Liberation Day. On day one, I will launch the largest deportation program in American history. 除了特朗普和民主党的口水战，这场竞选集会上还有一件事引发了舆论海啸。作为支持者之一，喜剧演员托尼·辛奇克利夫上台为特朗普助阵。然而，他极具争议性的歧视言论引发多方抗议。I don't know if you guys know this, but there's literally a floating island of garbage in the middle of the ocean right now. Yeah. I think it's called Puerto Rico. Believe it or not, people, I welcome migrants to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with open arms. And by open arms, I mean like this. It's wild. And these Latinos, they love making babies. 此外，他在发言时还使用了对非裔犹太人的歧视性比喻用词。此事引发多方愤怒，特朗普的竞选团队紧急划清界限。特朗普竞选高级顾问表示，辛奇克利夫这个笑话并不代表特朗普或竞选团队的观点，而特朗普本人则称自己没有听到这段讲话，也不认识这位喜剧演员。然而，对于特朗普及团队的这个解释，很少有人买账。No smart campaign manager would have allowed this happen without knowing in advance what they were going to say. 有分析指，有机会上台发言的支持者的演讲词会提前被输入到提词器里，所以特朗普的竞选团队是不可能没有提前看过这些言论的，但他们仍然选择让这些言论出街。但也有人认为，一个党派支持者的言论不应代表整个党派的观点。This guy's a comedian, not a very funny one, and I think what he said was insulting. But on the other hand, I don't think everything that's said by people supporting a candidate should be directly attributed to the candidate themselves. 有特朗普支持者也不满托尼·辛奇克利夫的言论，认为他此举无异于给对手递刀子。果然，哈里斯竞选团队没有错过这个送上门的机会。哈里斯在同一天来到费城的一间波多黎各餐厅造势拉票。除了指责特朗普支持者在演讲中胡说八道，哈里斯还提到，2017年飓风玛利亚过后，时任总统特朗普对波多黎各的死亡人数争论不休，并就联邦应对措施与当地人发生争执。而对于特朗普在竞选集会上的言论，哈里斯则回应称一点儿都不意外，毕竟特朗普一向都是这样讲话的。Donald Trump spends full time trying to have Americans point their finger at each other, fans the fuel of hate and division, and that's why people are exhausted with him.
美国前总统奥巴马在为哈里斯助选时，也不忘借此话题。Dividing people, making them angry, will boost his chances of being elected. It's not good for the country, but it might improve his odds. These are fellow citizens he's talking about. Here in Philadelphia, they are your neighbors. They are your friends. They are your co-workers.Their kids go to school with your kids. These are Americans. 另一方面，近日《华盛顿邮报》和《洛杉矶时报》等多家美国保守派报纸打破数十年来的传统，相继表示不会为今年美国大选总统候选人背书。当地时间28号，《今日美国报》也宣布将不会公开表态支持任何一位总统候选人。此前，《今日美国报》曾在2020年的美国总统大选中支持现任总统拜登，以及在2016年大选中支持民主党候选人希拉里·克林顿。《洛杉矶时报》则解释称，由于存在较大的分歧，该报不会支持任何总统候选人。不过，有美国媒体称，作为民主党票仓加利福尼亚州第一大报纸，《洛杉矶时报》不支持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哈里斯的决定，源于他支持以色列在加沙的战争。